油價到底仲有冇得升？係咪罪魁禍首咧？頂一年咧個貨金慢的話咧，油咧就必然再升㗎啦，即係必然再升。我關心幾時跌啫？準備抄底啦，張老師。呢段時間咧持續都賺錢嘅，再買入咗10手嘅加倉已經加到40手啦。Hello， 各位財源廣進嘅粉絲們啊！咁今日咧，我哋嘅節目咧，繼續咧要通過咧玄學嘅視角咧，加金融實戰嘅方式咧，同大家一齊去透視咧成個過程啊！喺呢個操盤過程當中，到底咧有邊啲嘅思考？咁啊，當然今日咧直播室裏邊咧啊，有兩位咧，即係我哋好熟悉嘅朋友啦。首先咧有振鴻師傅 ，Hello， 大家好。係咁仲有咧就係持牌人文輝，大家好。包括咧，仲有我咧，張毅嘅。嗱，嚟到依家呢個時間咧，同大家咧講講啦。因為喺過去一個星期裏邊咧，哇，發生好多事嘅。首先第一件事咧，就據我所知，阿振鴻師傅咧，遲啲都要去嗰個地方，但係啱啱咧，竟然發生咗咧7.5級嘅地震嚇。但係當然咧，從另外一個角度，我思考一個問題就話，日本呢個地震咧，因為你知啦，只要一大地震就會產生海嘯㗎啦。咁其實咧，會唔會對成個亞洲區，特別咧喺日本沿海啊，包括咧就係太平洋海峽啦，印證嘅即係台灣可能會受到衝擊啦，又或者係韓國會受到衝擊咧？有冇可能即係會發生一啲大嘅災害性事件咧？反而你咁講咧，今個月咧正入咗呢個壬辰月啦，農曆3月。咁啊，天干壬水的話咧，遇上呢個年干丙午年咧，嗰個即係天干個丙火同埋流月嘅壬水咧，即係有種水火交戰。咁唔好嘅事情一定發生㗎啦。咁不論係地震，咁所以變咗你頭先你講到話，喂地震喎，會唔會話嗰啲海嘯啊？咁會有海嘯，但係我睇落就唔會有啲大型咯。始終呢個月裏邊係壬辰月。地支個辰咧係個土，個地支個土都係撳住天干個水嘅，咁有唔會大，咁啊可能有啲衝擊咁咯。咁可能即係嗰啲日本政府會預警，沿岸地區嘅人就要小心啲啦，疏散啦，咁啊避一避啦，或者甚至乎會唔好去啲近沿海地方咯。即係郵輪嗰啲坐唔坐得？唔好坐去嗰度咯。張師傅係訂機票去嘅。你知好多人係嘛？揸車添啊，仲要。唔緊要啊，揸車揸飛機都安全，唔好揸船得啦，係嘛？咁我哋再睇翻我哋要講嘅話題先啦。因為其實咧呢段時間，除咗咧就講緊日本嘅地震，對於咧成個芯片板塊咧造成一波影響啊，令到咧大家擔心咧出行受影響之外咧，咁其實咧仲有一件事咧係心繫住咧各位即係股民或者係投資者嘅。點解啊？因為中東局勢一日不平，係嘛？大家咧依然仲要捱貴油咁所以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咧，有啲朋友話：哇喂，未來啲物流股可能真係可以諗諗喎。文輝點睇？其實物流股嘅話咧，佢一直都係處於一個即係上升嘅一個趨勢。因為封住咗，跟住大家嗰個即係佢嗰個物流啊，包括航運啊呢方面嘅話，其實係唔夠用嘅。因為好多已經嗰啲貨船啊、郵輪啊，已經堆晒喺個碼頭嗰度。所以而家一個情況就係佢哋可能要兜遠路。咁但係個成本就增加咗好多。咁成本都增加咗，因為佢始終啲船都要用油㗎。嗱，我都聽講好多話嗰啲飛機啊、客運嗰啲啦，都話取消啲班次㗎。咁船咧，船係點去理解咧？因為佢其實好多時候因為佢運嗰啲貨啊，或者係油啊，去一啲即係嗰啲其他國家。咁會唔會因為咁嘅油價上升而減少啲班次咧？佢呢個需求喺度，佢唔會取消嘅。因為而且佢會通過價格
去轉移佢嘅一個運輸一個即係油價上升嘅一個成本嘅。嗯咁甚至因為佢兜遠咗路，佢周期啊時間係長咗噶嘛，咁所以嘅話其實佢個運費反而仲提升咗。實質係羊毛出在羊身上㗎嘛冇錯啦啊！你記住咧，阿楊師奶你先係最終咧要捱貴價嗰個人啊！不過咧從另一個角度，即係有啲朋友會思考啦，因為從物流國際物流咧兩條途徑嘅，一條途徑當然就係我哋講嘅海運啦，另外一條途徑咧當然就係陸運嘅。咁我都想問下鄭師傅啦，經過中東今次呢個事件，你認為未來物流有冇可能更加側重於其中一個方向，會零舍興旺啲？即係譬如陸路嘅物流，抑或係海運嘅物流會更加興旺啲咧？我相信唔會側重某一方面嘅，係因為事關咧，即係始終飛機可能會有啲地方打起上嚟緊張咗，就你會避開嘅，即係啲航線會避開唔飛嗰度地方。咁啊，好似霍爾木茲海峽咁，我哋話俾行，咁啊行遠啲咯。係咁啊陸路咁啊陸路比較少影響嘅。咁啊，所以咧我相信咧，如果航運如果話係運輸個業咧，唔會側重邊一方面，我相信。好，假若霍爾木茲海峽遲遲都未能夠解到呢個局面。但係市場又對呢件事完全脫敏，即係好似烏克蘭咁咧，我話知你再打啦，大佬。有冇打緊我都未知。有㗎，一直喺度打緊嘅，時不時都聽到㗎，係嘛？一陣又話又話攻陷咗俄羅斯某個港口啦，轉頭又話呢邊又缺軍火啦，但係冇人理㗎啦。依家全世界淨係睇中東，但係問題依家連中東如果都開始脫敏嘅話，咁會唔會影響阿 Trump 未來嗰個政局咧？其實我哋睇睇阿特朗普到底咧喺佢嘅八字當中應該咧點樣去理解呢件事？睇落咧，阿 Donald Trump 咧個八字咧，而家係再行緊2026年咧丙午呢個流年咧，都係對有利嘅。係，甚至乎個有利情況之下咧，丙午咧亦都會令到佢咧有種好氣焰嘅情況。係嗰種氣焰咧，即係我中意點就點。的確係咁啊，又加上嚟緊就快開始夏天啦，即係個火又再猛啲嘅情況之下咧，我認為佢都會即係有種恃勢凌人啦，有啲狂妄嘅情況嘅嘢會做出嚟嘅。咁會唔會淨係單霍爾木茲海峽呢件事會再延展其他嘅地方咧？我相信都仲會有機會。咁從另一個角度咧，會唔會喺未來，因為佢習慣性嘅畫曲線，會影響到未來整個美國嘅股市嘅呢個運行區？股市個方向咧，我覺得冇乜影響啊。始終而家美國股市個升勢咧，始終大部分都係科技股嚟嘅。打仗啊，或者係政治啊，或者呢個情況咧，都唔太大影響美國道指上升，道指都係科技股上升嘅帶動咯，包括埋香港都係啦。咁所以我相信，如果喺佢嗰邊繼續有啲亂嘅跡象，或者甚至乎個問題再擴散咧，我相信會跌受到影響，跟住又可以慢慢爬升嗰種情況。我好關心幾時跌啫，準備抄底啦，張老師。係咪啊？嗱，我哋啲工作人員幾關心幾時？我哋觀眾繼續留意住我哋呢個節目啦。咁啊，所以變咗一有回，即係頭先阿文輝老師講到話晶片股受影響的話咧，我相信晶片股一回就即刻賣差唔多。係。所以我話咧，中東呢件事件咧，其實咧就對全球咧都產生好多影響嘅。咁剛才咧，我哋大概咧講到咗咧，就成個科技板塊咧，同埋美股咧，喺全球嘅投資嗰個份額啦、個比例咧，同埋大家嘅參考標的咧。不過我就好想問下文輝啦，因為咧最近由於嗰個油價上漲咧，係令到好多產業都受到影響嘅。我前排同一啲老細傾偈嘅時候咧，佢哋就講到，佢話：我哋化工行業受影響好大，因為點解咧？所有原材料都喺度上漲。而從另外一個角度咧，假若你係做一啲運輸行業嘅，首先你就感受到咧嗰個油價上漲嘅壓力啦。咁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就話：喂，依家連醫藥板塊都受到影響喎。呢段時間其實對於呢啲行業嗰個成本係不斷喺度增加嘅情況之下咧。投資邏輯上邊，我哋需唔需要重新思考問題？其實呢個嘅話咧，我喺 A 股上邊咧，其實係會之前已經係做咗一個鋪墊或者係一個佈局嘅。就係因為好多嘅醫藥嘅一個中間體啦，包括佢原材料咧，其實好多都係化工嘅一種副產品嚟嘅。咁當你上游嘅
石油啊呢啲原材料佢升咗價，咁好自然就會慢慢傳到去下游㗎啦，中下游嘅。咁所以其實最近呢啲都升價升唔少，好似即係維生素啦，包括好多嗰啲醫藥嘅中間體啦，其實都係漲價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度嘅話咧，佢最終亦都會將呢啲成本傳到去最終嘅藥廠。所以我見到其實最近好多啲醫藥嘅最終就係消費者。係冇錯啦。如果呢個成本不斷地飆升，油價係咪罪魁禍首咧？油價到底仲有冇得升？又翻呢個問題啦。喺玄學上咧，今年咧油咧就必然再升㗎啦，必然再升。因為始終今年咧，丙午年咧個貨咁慢的話咧，啲油咧亦都會再上漲。咁啊，頭先文輝老師都講過啦，即係我哋好多產品都係靠原油啊，我哋靠原油裏邊咧衍生一啲其他嘅產品嘅副產品出嚟啦。咁啊，所以變一個各行各業多少少都受影響啊。咁啊，最終加價就受害者都係消費者㗎啦。咁啊，漲咗之後咧，啲股價升唔升就文輝老師最清楚啦。咁但係以今年嚟睇咧，個丙午年咧個貨咁慢嘅情況之下咧，原油個價格咧都仲要提升，甚至乎都係高位徘徊。如果係咁樣嘅話，師傅咁好似即係如果石油繼續維持高位啦，咁即係好似汽油車呢啲，其實會對佢嘅銷售會好大影響。係啊，咁好似新能源車，你覺得會唔會有機啦？新能源車會有機會大好多，所以變咗我都記得好似有個電池股票寧德都升到好多，創咗新高啦已經。創咗新高係啊，由油價開始升咗，近排我再睇翻寧德時代後悔真係冇買咯，係啦，都升創咗新高。唔使後悔。人生大把機會後悔，唔好後悔，係嘛？咪將佢加入埋我哋嘅自選股，啱啊！可能仲有其他鋰電池股嘅，冇錯。寧德好似應該龍頭係咪？龍頭，寧德最大龍頭。佢嘅市佔率已經係算係喺唔係全國，係全球嚟講係第一嘅。因為佢依家最新出嘅電池咧，去到1500公里嘛。哦，好犀利啦！咁其實佢解決咗我哋大部分人嘅里程焦慮啊！即係如果你話你開部車出去500公里嘅。係嘛？咁你好驚嘅喎，因為咧開得年齡咧，可能有衰減30%。冬天嘅時候仲要打折添。係啦。咁啊嚟到依家呢個時間咧，我哋要講講我哋嘅持倉分析啊。因為咧，我哋嘅20萬實盤咧，喺上個星期其實咧係有一筆交易嘅。呢筆交易咧，亦都令到我哋喺過去一週咧嗰個收入係鋭增3%。咁啊，到底係乜嘢咧？就係招商證券，我哋持續咧都買入狀態嘅。喺4月16號，我哋重新再增加買入10手嘅招商證券，成交價係13蚊9毫9。咁咧，因為當時文輝話佢繼續睇好券商，而阿師傅亦都話：喂，券商都可以啊。咁啊，當時咧我都覺得，喂，券商咧雖然唔係最佳選擇，但係平啊嘛，勝在係咪先？性價比高，所以咧。我哋係再買入咗10手嘅招商證券加倉嚇，咁啊依家咧其實我哋嘅持倉咧招商證券已經揸到40手啦。咁應該講就話呢段時間咧持續都賺錢嘅招商證券咧，俾我哋咧不少嘅契機。但同樣，因為我哋嘅恒生科技 ETF 咧喺4月10號成交，當時咧個持倉嘅價格咧係4蚊8毫92嘅，係嘛？咁當中咧嗰個盈利咧都去到3%嘅。嗱，嚟到依家啦，到底恒生科技你覺得後續仲有冇戲先？師傅你講，你認為香港科技股仲有冇戲？恒生科技股應該佢大部分持有嗰啲都係嗰啲大隻嗰啲科技股。係啊，美團啊、小米嗰啲跌緊嗰啲都有關㗎。係啊，呢啲咁樣。我就反而又覺得嗰啲升幅個潛力唔算太大咯。係啊，唔算太大啦。咁都睇好嘅，但係可能個爆炸性冇咁強。係啊，冇咁強。始終嗰啲大價嗰啲科技股係因為我哋就以穩為主，所以咧我哋又冇計爆發啦。我哋其實加咗一隻新嘅，係你加咗一隻新嘅有機會爆發嘅嘢係嘛？冇錯。但係我哋未入嘅，未入。係咁即係換言之，大家可能會搶我哋走嘅喎，係咪啊？係咪咁啊？先過你入手先嘅喎，未必嘅，先未必一定好靚價嘅。咁嗱呢件事咧，我哋轉頭話俾大家聽，我哋加咗邊隻入我哋嘅選股池啊。不過有一件好遺憾嘅事，即係過去咧呢段時間咧，中廣核電力咧，我哋係蝕錢嘅。點解咧？因為日本大地震咧，大家全世界都諗緊嗰啲核電會唔會漏電嘅大佬？家下講緊核電，如果漏都幾麻煩喎。咁所以咧，
就係因為咁樣，咁咧中廣核電咧喺過去咧表現咧不怎麼預期嘅。我哋見到咧就目前我哋蝕緊咧就2.59%嚇。咁好彩我哋當時咧就只係買咗一手嘅啫。購入價咧係3蚊4毫7，4月1號買入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唔代表後邊冇機會翻轉頭嘅，因為阿師傅都夠膽去日本啦。日本啲核電都唔敢漏啦，係咪先？我係咁覺得㗎。師傅其實去嗰邊係真係要考察市場嘅玩嘢。阿師傅話：你俾我玩啊，大佬，係咪啊？因為上次佢地震咧，福島咧，大家都驚咗。係啊，就係所以變咗啲核電股咧都受到影響。係啊，我覺得冇乜關係嘅。放心啦，畢竟佢呢個係國內嘅。所以我哋繼續持有嘅係咪？冇錯，放心啦，放心。我哋堅持持有嘅，因為咧啱先我哋同大家講咗啦，我哋嘅聽眾喺剛才俾我哋抽中嘅可以提問題嘅。好啊。咁啊，剛才咧佢哋已經同我哋留咗言啦，我哋嘅小編咧就同我哋咧點出嚟嚇。頭暈慢啲，佢個問題咧當然就係問阿師傅噶啦，依家可唔可以？點解問師傅要問 number？OK， 我知道啦。你覺得師傅段 number 比較重我哋講過，佢話依家可唔可以買泡泡瑪特？想買09992嚇。睇個 number 好似幾好咁。呢個人中意段永平嘅，我唔中意佢。先我唔從泡泡瑪特個行業性質啦，係做啲咩產品啦，唔理佢先啦。從泡泡瑪特呢4個字裏邊咧，泡泡嘅情況之下咧，個名用個名去斷啦，就不利嘅，係不利嘅。因為泡沫啲，因為事關你而家係壬辰月啊，呢個壬辰月遇上呢個丙午年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又會水火交戰嘅情況咧，水火交戰又會撞埋一齊啦，一撞埋啲水同火擊撞嘅時候會產生啲咩？啲霧氣啦，咁啊霧氣就正係泡泡瑪特會有種蒸發嘅情況，所以變得我斷。你問到我要從玄學同埋呢個名嘅去斷的話咧，泡泡瑪特咧股價咧會有種下滑嘅跡象。咁啊，我哋再答另外一個問題啦。因為咧係咪人間富貴花？嗰個花開富貴即係好開心啊！佢聽到我讚佢人間富貴花，佢話：喂，可唔可以買港股消費股啊？可唔可以推個 number？哇，咁識問問題嘅咩？要推 number 嘅咩？我哋喺選股潮揀俾佢啫。你揀首先第一個問題先啦，即係話消費股，因為其實我哋嘅股池入邊都有消費股。有冇啊？有。泡泡瑪特啊？即係好似老鋪黃金啊！老鋪黃金真係好犀利啊！係啊，但係依家仲可以買老鋪黃金咩？呢個目前唔係好適合啦吧？因為其實消費嘅話咧，因為香港係首先我想問下阿師傅先啦，你覺得而家香港嘅一個消費活力復甦未咧？復甦咗喺深圳咯。真係㗎，全部去晒深圳山姆咯。係喎。係咯，咁但係香港其實係未恢復。未恢復，係啊。應該香港人恢復咗。香港人恢復咁都好好啊。應該講就係嗰啲落深圳嘅大巴王咗咯。係啊。係咪啊？咁係咪即係要做啲交通股啊、交運股啊？都冇用啊，係啊，始終交通股都好個別啦，得我就佢幾隻。係咯，講我哋睇咁啦。其實我哋感覺成日，因為其實好多嘅消費股咧，有唔少其實係內地嘅公司喺香港上市咯。咁但係內地嘅好似最近我哋嘅白酒嘅龍頭茅台呢啲，其實股價仲不斷咁樣係新低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消費呢一個復甦仲需要啲時間。好多嘅機構認為咧，都包括我自己認為啊，最快都要下半年，因為成個地產仲係處於一個下行。好鬼樂觀，我覺得文輝真係好樂觀。即係我直白講就係，其實大家嗰個消費預期係咪能夠咁快回溫？即係從另一個角度，點解各位香港嘅 friend 全部都落去深圳消費？好簡單啫嘛，消費降級，冇錯，係咪先？如果我喺香港食個茶餐廳，我可以變成用嗰筆錢落去喺深圳食餐九大簋，咁我點解唔選擇落深圳食餐九大簋呢？嗱，呢個就係點解呢？消費股依家不如預期嘅原因嚇。首先第一個，我哋要見到香港嘅樓市其實已經係開始有回暖跡象啦。冇錯，但係你未見到國內城市大部分嘅樓價開始回暖，因為只有樓價回暖。喂，我啲資產唔係負資產啊，我先願意同你一齊去消費。嗱，呢個呢就係最關鍵嘅邏輯啦。所以喺呢個時間，我哋提醒大家，股市裏邊賺啲錢，可能可以促進消費啊。所以咧，文輝揀咗隻新股放喺個選股池喎。聽講可能有機會係啲科技股係大家中意類型喎。係嘅。
係啦，咁所以頭先即係消費嗰方面咧，可能就先等一等先啦啊！呢個花開富貴嚇。係啊，唔好諗住。但係當然如果後邊擺科技股啊嘛，你叫佢俾個科技股嘅諗法你。OK 係啦，反正需要賺錢唔一定喺消費嗰度賺噶嘛。係冇錯冇錯。科技都可以嘅。係啦，咁我哋就納入咗一個信策科技嘅。咁因為佢呢個咧本身係有咩特色㗎？有一個獨特性嘅，因為接下落嚟咧係 AI 推理嘅時代。係。咁所以喺基礎設施嘅建設啦，包括佢一啲數據嘅提供呢方面咧，其實信策係喺行業裏邊係一個龍頭嚟嘅。即係佢會優勢於之前喺港股裏邊大家追捧嘅 Minimax。個定位唔同，定位唔同，係啦。區別係佢因為佢呢個更加多係，知道佢本身係做好似私募啊呢啲係做呢個起家嘅，有啲類似 DeepSeek。係佢 DeepSeek 個母公司係量方啊嘛，一個量化機構嚟嘅。信策科技裏邊嘅話咧，佢一個業績包括毛利率啊，同埋佢一個長期嘅一個穩定嘅一個客戶群體，都係非常之 OK 嘅。所以喺呢方面嘅話咧，佢雖然佢目前嘅一個股價嘅一個升幅啊，從上市到而家其實都已經比較大嘅，係差唔多10倍。但係你覺得佢仲有好多空間嘅？冇錯嘅。即係佢個日價空間，你認為可以俾多幾多倍佢咧？如果從估值上，如果從估值，其實估值佢而家唔算話特別，即係話特別高。係。嗱當然亦都唔算低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喺頭先師傅講到嘅，我需要一啲爆發力嘅，特別喺我哋帳戶已經有盈利嘅情況下邊。係。咁其實我哋係可以適當去配置一啲有黑馬性質嘅。有啲潛力嘅呢啲，但係使唔使等回調先入啊？咁肯定㗎啦。記住啊，唔好消費自己啊！我哋嘅風格都係等回調，唔會先。冇錯。咁啊，等住咯！我哋嘅帳戶即係如果係回調，我哋會買嘅。大家就可以跟住我哋係嘛？係啦，上一個星期先俾阿張老師批係嘛？嗰個藍起科技。唔係我想批你，因為我哋啲觀眾咧個眼睛雪亮，哇！大佬點解選股池裏邊有隻咁靚嘅股，你哋冇買㗎？咁樣買咗，跟住又走咗。係啦。200幾㗎咯，即係係啊，好靚。所以我話俾你聽，其實咧最重要嘅就係我哋咧要同自己累積多啲第一桶金，係嘛？咁你真正做投資嘅時候，你喜愛佢，你咪買咯。你唔需要即係有各種嘅算計，我哋就係過於算計啦，係嘛？其實心態好重要啊！嚟到呢個時間咧，都要問翻文輝啦，即係都係嗰句啦，因為你係持牌人嘛。咁到底你今日喺我哋嘅節目當中講到個股，你有冇持有㗎？係，包括我自己嘅係冇持有嘅，即係呢啲我哋喺呢個公佈嘅一個我哋嘅持倉啦，係同埋我分享嘅呢啲股票啦，我自己都係冇買嘅，自己帳戶。提醒各位朋友啦，下個星期咧，我哋繼續咧會抽觀眾嘅，咁亦都會有機會咧同大家咧分析，因為我哋今期咧佈置咗功課俾阿文輝，下期我哋節目裏邊咧要同大家咧就喺選股池裏邊咧加入一啲稀有金屬嘅個股，供大家咧做選擇嘅。提醒各位朋友啦，市場咧有風險，各位咧投資需謹慎。咁最新嘅選股池咧，我哋會喺個屏幕嘅正前方咧就貼出嚟嘅，大家咧可以認真睇睇。仲係嗰句啦，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以上內容咧僅代表咧嘉賓個人嘅觀點，唔代表咧本節目及平台嘅立場㗎。投資者咧應該根據自身承擔能力咧，獨立咁作出咧投資嘅決策嘅。下期我哋再見啦，拜拜，拜拜。